昨天你在911纪念馆，我们都在关注。万斯本来应该和你在一起，但他和查理·科克的家人一起，把他的遗体送回他亚利桑那州的家乡了。你说你要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真是太好了。关于嫌疑犯有什么最新消息吗？好的，谨慎起见，为了保护我们大家，也为了避免福克斯被起诉，为了我们所有人不被起诉，我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把握抓住他了，他已经被拘押了，好吗？拘留了。大家都做得很好，我们和当地警方、州长，所有人都做得很好。你知道，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把他拍得像蚂蚁一样小的视频，到现在抓到人，那几乎没用。我们只能看到上面有个人。在过去的这2天半里，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你知道，当你从一无所获开始，你突然走运了，或者说有天赋，或者不管是什么，但总之，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好，他已经被拘留了。你之前怀疑他是极左分子，现在你掌握了更多信息，关于这方面，你能告诉我们有关他的意识形态吗？基劳伦斯，我先说一下，顺便说一句，劳伦斯做得很好，一切都好吗？告诉你吧，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我说过你会有所成就的，我不想说太多，我很想告诉你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基本上就是一个和他很亲近的人举报了他。当你们取得一些不错的进展时，这种事情就会发生。有人会说，不管是父母还是谁，我现在不想说，他们今天会宣布，晚些时候可能会谈论这件事。但一个和他很亲近的人举报了他，他们说，哇，有趣的是，我们当时的照片拍得很好，但还不够完美。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波士顿爆炸案的凶手就是这样被抓的，还有其他人。一个亲近的人认出了他，哪怕只是一个轻微的头部倾斜，别人认不出来，但一个和他很亲近的人会认出来，说，是他。基本上他们去找了他的父亲，去找了一位非常出色的联邦执法官，这个人与执法部门有关系，而且是一位有信仰的人，一位牧师。他们把他带到一位非常出色的联邦执法官那里。他的父亲说服了他的儿子，就是他。我说的这些随时可能被纠正，我只是根据我听到的说的，他们会给你提供更确切的消息。我走进来的5分钟前才听说的，我走进来的时候，他们说情况非常好，他们抓到了他们想要的人。所以你总是有突发新闻，不是吗，艾斯利？你总是能报道突发新闻。肖恩会对我们没在他的节目上做这件事感到非常失望。他会非常感谢，并感激那些抓到这个人的警察。我认为他们所有人都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大家同心协力。顺便说一句，彭邦迪非常了不起，人们不知道他有多优秀，他真的很棒。总之，一切都很顺利。我能问几个问题澄清一下吗？所以是一位牧师让他自首的，还是枪击犯的家属让他自首的？是一位牧师，他去找了一位朋友，这位牧师和执法部门有联系，他的好朋友是美国联邦法警的高层，然后他们就接手了。之后他的父亲也参与了进来，所以他们明白这一点。再说一次，情况可能会变，但你知道，事实就是事实。我们找到了我们认为要找的人，他们开车去了警察总部，现在他就在那里。这个父亲是否知道儿子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之后再回答你所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不能确定有多准确。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抓到了他们认为是凶手的人。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早上好。 At today's press conference, we will hear from 女士们、先生们，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将听取州长 Cox、联邦调查局局长 Kash Patel 和警长 Mike Smith 的讲话。
同时，犹他州公共安全部部长 Bill Mason、副州长 Deirdre Henderson、联邦调查局主管 Robert Bell 以及当地和联邦执法部门的合作伙伴也来到了现场。在今天的讲话结束后，州长、局长和部长将会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早上好，女士们、 On the evening 先 of 生们， September 11th, 我们抓到他了。 a family member of 9月11日晚上， reached out to a 泰勒· family 罗宾逊的一位家人联系了一位家里的朋友，这位朋友联系了华盛顿县警长办公室， to them or 告知他们 implied that he had committed the incident. 罗宾逊已经承认或暗示他犯下了这起事件。这一信息被传递到犹他县警长办公室和犹他州立大学的现场调查员处。FBI 也收到了这个信息，调查员查看了来自犹他谷大学监控的更多视频录像，并确认罗宾逊在9月10日上午8点29分左右，驾驶一辆灰色道奇挑战者汽车到达犹他谷大学。视频显示，他当时穿着一件纯绿色 T 恤、浅色短裤、一顶带有白色标志的黑色帽子和浅色鞋子。9月12日凌晨，调查员在华盛顿县与罗宾逊当面接触时，发现他所穿的衣服与监控录像中的一致。调查员采访了罗宾逊的一位家人，这位家人表示，罗宾逊近年来变得更加关注政治。这位家人提到，在9月10日之前的一次晚餐中，罗宾逊在与另一位家人谈话时提到，查理·科克要来犹他谷大学。他们谈论了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以及他的观点。这位家人还说，科克充满了仇恨，并散布仇恨。这位家人还确认罗宾逊有一辆灰色道奇挑战者汽车。调查员确认了一名人士为罗宾逊的室友。调查员采访了这位室友。这位室友说，罗宾逊在社交媒体 Discord 上开了一个玩笑。调查员问他是否愿意给他们看 Discord 上的消息。他打开了手机应用软件，向调查员展示了几条消息，并允许调查员在罗宾逊的室友展示每条消息时拍摄屏幕的照片。这些照片包含各种信息，包括一个名为 Tyler 的人与罗宾逊的室友的设备之间互传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包括来自 Tyler 的信息，表明需要从一个投放点取回步枪，将步枪留在灌木丛中，与步枪遗留区域相关的信息，以及一条提到已将步枪包裹在毛巾中的信息。这些信息还提到雕刻子弹，并提及瞄准镜以及步枪的独特性。来自 Tyler 的联系人的信息还提到他已更换了服装。I know there's been speculation as well as to the writing on those casings, those bullet casings. 我知道大家一直在猜测弹壳上的文字，我相信我们也有相关信息，现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校园路以北的区域，也就是嫌疑人穿过的地方，你们在昨晚我们发布的视频中看到了一些，那里是由犹他谷大学校园边缘的草地和树木组成的。调查人员发现了一支用深色毛巾包裹的栓动式步枪，经鉴定，该步枪为毛瑟98型360口径栓动式步枪。枪上装有瞄准镜，调查人员注意到步枪上的弹壳上刻有铭文，一个已激发的弹壳上的铭文写着“注意，鼓出来”，哈哈，这是什么？3个未激发的弹壳上的铭文写着“嘿，法西斯”，接住。
向上箭头符号、向右箭头符号，以及3个向下箭头符号。第2个未击发的弹壳上写着“不，你好漂亮，你好漂亮，你好漂亮，再见，再见”。第3个未击发的弹壳上写着“如果你读到这个，你就是同性恋”。哈哈哈。我们非常感谢全州各地密切合作的执法部门，包括地方执法部门、州执法部门，以及我们的联邦合作伙伴、联邦调查局。我们感谢所有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齐心协力找到这个人，并将其绳之以法。我要感谢公众的积极参与，他们积极查看视频，提供线索。帮助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要感谢泰勒·罗宾逊的家人，他们在此案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并帮助将他带到执法部门。我特别想感谢查理·科克的家人，艾里卡、查理的父母，还有他的孩子们。我希望我们在寻求正义的时候能想到他们，他们也会参与到正义的实现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和他们紧密合作。今天对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悲伤的一天，对犹他州来说也是糟糕的一天。但我很感激我们现在有机会为我们国家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画上句号。接下来，我将把麦克风交给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谢谢州长，这就是好警察做好警察该做的事所带来的结果。联邦调查局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今天很荣幸能站在这里，一起为查理·科克一家伸张正义，纪念他。我要向川普总统、副总统以及整个白宫表示我由衷的感谢。他们在资源上和个人层面都给予了联邦调查局团队极大的支持，他们一直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只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在这个领域开展工作所需的资源，从而以这样的速度伸张正义。在33个小时内，我们为查理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考克斯州长，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的合作绝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的合作将会继续下去。你们州和地方的合作伙伴，你们的警长，你们的公共安全部门在最艰难的时刻表现得非常出色。如果没有与你们州和地方当局的合作，这样的案件是不可能解决的。联邦调查局有一定的角色要扮演。我们将扮演好这个角色，我们将为联邦政府发挥领导作用。但是考克斯州长，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州在此次调查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关于时间线，查理是在周3下午12点23分被枪击的。第一批联邦调查局探员在16分钟后，第12点39分与警察局长一起赶到现场，并封锁了现场。联邦调查局立即启动了固定翼飞机，我们利用这些飞机运送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人质救援队。我们还利用这些飞机往返于东海岸和犹他州，运送将在匡提科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包括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进行分析和正在分析的法医证据和其他证据。在我的指示下，联邦调查局于当地时间9月11日上午10点发布了第一批嫌疑人的照片。此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45发布了10万美元的悬赏。我和联调局副局长 Bongino 于9月11日下午5点半左右抵达现场。州长昨晚大约8点左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我的指示下，联邦调查局发布了一段前所未见的嫌疑人视频。我们还向公众发布了嫌疑人的新照片，就在昨晚。嫌疑人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被拘留，在不到36个小时内，确切地说是33个小时。由于联邦政府的全力支持以及犹他州和州长 Cox 的合作伙伴的领导，嫌疑人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内被逮捕。我想强调州长 Cox 刚才所说的话。
如果没有你们，媒体和公众，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迅速地公开、如此透明，并且我们致力于保持透明。犯罪现场的范围很大，州、地方和联邦当局迅速处理了犯罪现场。我甚至有机会走访犯罪现场，了解嫌疑人采取的步骤，以便更多地了解我们需要什么，以及我们需要哪些资源，从而为联邦调查局和华盛顿的领导层提供完整的案情。此外，感谢州和地方合作伙伴，法医证据已被查获，并将继续收集。在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以及此处的州和地方当局已经对法医证据进行了评估。我们将继续在我们看到和收集证据时对其进行处理，并将继续提交给州长和他的团队。昨晚我们总共接到了大约7000条线索，截至今天早上。多亏了各位的努力，我们已经收到了超过11000条线索。这些线索都打到了联邦调查局，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去调查每一条线索，每一条都会调查清楚。这次逮捕证明了优秀的执法部门的奉献精神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一直试图在我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期间强调这一点。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没有比联邦调查局与州和地方当局合作更好的关系了。在过去的几天里，你们已经看到了联邦调查局盐湖城办事处，以及我们在洛杉矶、菲尼克斯、丹佛、圣安东尼奥、拉斯维加斯、匹兹堡、布法罗的办事处。我们在匡蒂科的总部部门都参与了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我想向联邦调查局的雇员们、男士们和女士们、证据反应小组的战术人员、特种作战人员、特工、后勤人员，表达我深深的感谢。你们在历史性的时刻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当公众有权要求如此迅速的解决调查时，联邦调查局认真地回应了这一呼吁，这对我们的国家至关重要。我们做到了，我很自豪能成为他们的领导者，也很自豪能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正如州长所说，这仍然是一项持续的调查，我们将继续与州和地方当局合作，以推进调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起诉提供所需的证据。只要他们有任何需要，我们都会随时待命，无论需要多久，只要我们需要找到并逮捕所有参与这起犯罪的嫌疑人。最后，对我的朋友查理·科克，安息吧，兄弟，我们会守护好未来，在瓦尔哈拉见。Thank you and good morning. 谢谢大家，早上好。 I would just like to take a few minutes as 作为警长，我想花几分钟时间对所有参与这次调查的人表示感谢。 played a part in this investigation. 正如你们所知， It's been a vast, complicated. 这是一项范围广、情况复杂、节奏非常快的调查。在过去的几天里， People standing up here who are running on, if they got an hour's sleep 各位 i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they're probably lucky. 能睡上1个小时， It has been very taxing. 可能都算幸运的了。这次调查非常耗费精力，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The local law enforcement. 在这次案件中，我们看到了本地执法部门的通力合作，全州的警长 Across the state, 局长 sheriffs, chiefs, 以及我们的州合作伙伴 partners have stepped up and have 都挺身而出，为我们提供一切所需。我们县的领导们也做得非常出色，还有犹他州县检察官 Jeff Gray， County Attorney Jeff Gray, who 他和我们一起领导了这次调查，他的工作非常出色。我还要感谢联邦政府提供的资源和资产，我们当地的团队， government for 特别是联邦调查局团队，在协助我们完成调查， here. Our FBI team has been 并将罪犯绳之以法方面 work through this and bring this person. 做得非常出色。 Mo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ublic, and specifically, 最重要的是，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ublic who turned to 我要感谢公众，特别是那些为我们祈祷、给予我们积极力量的公众。我仅代表执法部门感谢他们，因为我们非常需要这些祈祷，我们需要这些才能渡过难关。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 your support, and you gave it to us. We needed your patience. 而你们也给予了我们，我们需要你们的耐心。 Thank you for the Kirk family because that's what they need.
而你们也给予了我们，我也要感谢大家对柯克家人的支持和祈祷，这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也将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感谢所有挺身而出的人，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回应，谢谢。我还要特别感谢司法部长和司法部，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对正义的承诺，再次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如果没有邦迪司法部长和副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他们提供的资源，我们不可能完成任务。我只想特别感谢一下，我很荣幸能成为司法部的一员。再次感谢我们出色的执法团队，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警长，我昨晚睡了足足90分钟，所以可能是在场休息最好的人了。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目前所处境地，以及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还有我们未来发展方向的想法。我不想说教，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睁大眼睛了解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听到有人说，为什么我们对这件事如此关注？我们国家各地都在发生暴力事件，任何地方的暴力事件都是悲剧。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是上帝的孩子，都应该得到我们的爱、尊重和尊严。这件事当然与查理·科克遭遇的悲惨死亡、政治暗杀有关，但它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袭击，而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袭击，是对美国精神的袭击，是对我们理想的袭击。这件事触及了我们是谁，我们曾经是谁，以及在更好的时代，我们可能成为谁的根基。政治暴力与其他类型的暴力不同，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查理所捍卫的表达自由，这种被写入我们建国文件的表达自由，他的生命被剥夺，使得人们更难感到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可以自由地表达。如果我们不能安全地进行思想的碰撞，特别是那些我们不同意的想法，我们就永远无法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包括人们担心的暴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如此重要。过去48小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悲伤。而且，当愤怒把我推到崩溃的边缘时，是查理的那些话把我拉了回来。我想分享其中的一些话。现在，我想和我们州、我们国家以及全国的年轻人说几句。正如川普总统提醒我的那样，他说：“你知道谁最爱查理吗？是年轻人。”他说的没错，年轻人爱查理。也有年轻人恨查理，而查理还是会去那些地方。这些话对我有很大帮助。查理说，人们停止交流的时候，暴力就会发生。他说，弱者无法原谅。原谅是强者的特质。走出苦难迷宫的唯一方法就是原谅，不加评判的欢迎，无条件的爱，无限的宽恕。他说，永远原谅你的敌人，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们恼火的。
几个月前，我昨晚也提到了，查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当事情发展迅速，人们失去理智时，保持冷静非常重要。关掉手机，阅读经文，和朋友们待在一起。记住，网络上的愤怒不是真实的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还说过，当你与意见相左的人失去人性的连接时，就更容易诉诸暴力。他说，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文化，需要回归到能够达成合理共识的状态，能够达成以非暴力为前提的合理共识。再次对我的年轻朋友们说，你们正在继承一个政治充满愤怒的国家，感觉愤怒是唯一的选择。但通过这些话，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你们这一代人有机会建立一种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文化，不是假装差异不重要，而是拥抱我们的差异，进行艰难的对话。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道德认知。我一直听到有人说，言语是暴力，言语不是暴力，暴力就是暴力。有一个人应该为此负责，而那个人现在已经被拘留。很快就会被起诉并追究责任。现在，我们现在都有机会做出改变。我想感谢犹他州的人民。你知道，这种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在过去的33个小时里，我一直在祈祷，如果这件事一定要发生在这里，我祈祷这件事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做的，而是有人从其他州开车过来做的，或者有人从其他国家过来做的。很遗憾，我的祈祷没有应验。我本希望这件事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这里不做这种事。犹他州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在慈善捐赠和年度服务方面都领先全美，但这件事确实发生在这里，而且是我们自己人做的。但我想让你们看看过去2晚犹他州人民的反应，没有暴乱，没有抢劫，没有汽车被焚烧，没有暴力，有的是守夜，是祈祷，是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人性的光辉。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以暴制暴，以恨还恨。政治暴力的症结就在于它会扩散，因为我们总是可以指责对方，但在某个时候，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否则情况会变得更糟。但请记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出的选择。历史会证明这是否是我们国家的转折点，但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可以选择，这是否会成为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可以做出决定，我们有自主权。我恳请每一位美国人，包括共和党人、民主党人、自由派、进步派、保守派，以及所有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人，请你们按照查理教我的去做。我最后想用我的朋友作家尤瓦尔·莱文经常说的一段话来结尾。有人问他对我们国家是否乐观，他说我不乐观。他还说我讨厌乐观。天哪，听起来太糟糕了。他说乐观是一种恶习，他认为美好的事情会自然发生。他说
纵观世界历史，美好的事情 vices of optimism and pessimism 从来都不是自然发生的。 is the idea that 他说：“我不乐观， happen because 但我 we 抱有 can 希望 make them。希望是介于乐观和悲观之间的美德。希望是美好的事情将会发生，因为我们可以让它们发生。我仍然相信我们的国家。我知道查理·科克也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仍然相信我们中间的善大于恶。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我抱有希望，因为美国人可以做到。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很乐意回答你们可能有的任何问题。”州长，您能否说明一下嫌疑人泰勒·罗宾逊是否正在与当局沟通，以及他自首时的表现？ I cannot say. 目前我无可奉告。州长你如何解读枪支外壳上的这些雕刻？ Well, I will leave that up to you to interpret. 这些雕刻的含义由你们来解读。我觉得最清楚的一个是抓住法西斯， There's not. 而且这个抓住是像抓住一个球的抓住。我觉得这已经不言自明了。州长，您能说明他是否一直在与人交流吗？您提到了这个人所表达的仇恨程度，除此之外，您认为您还发现了什么可能使他变得激进，或促使他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目前我们没有更多可以分享的信息。州长，您提到他曾在 Discord 上和朋友交流过关于枪支的事情，您预计还会有更多逮捕行动吗？目前 We do not at this time. 我们没有任何信息表明会有更多人被捕。他是单独行动吗？ Yes. 是的，但调查仍在进行中。你能否确认一下家属对嫌疑人说了什么？你能否确认一下他是如何被警方拘留的，以及现在人在哪里？我指的是罗宾逊。Yes. So right now, Mr. Robinson has been booked into 好的，目前 county jail. 罗宾逊先生已被关押在犹他县监狱。今天早上你们听到了总统的报告，他已被拘留，他的家人和朋友帮助将他送到了华盛顿县执法部门手中。对于那些不知道华盛顿县在哪儿的人，它是犹他州最南端西南端的地方。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开车大约需要3到4个小时，那是他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把他送到的地方。你能否确认一下罗宾逊一家对泰勒·罗宾逊的说法？我无可奉告。你能确认一下他是怎么回到华盛顿县的？还有枪是怎么得到的吗？关于枪支是如何获得的？枪是在这里找到的。关于更多细节，我掌握的也不多。我们知道他是开车来的，他的车停在校园里，然后我们看到他的车往南开，回到了圣乔治，实际上是华盛顿县的华盛顿市。他现在在和警方沟通吗？他有没有透露作案动机？他是否计划将来进行其他类似的袭击？我们目前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如此。有他的嫌犯照吗？已经发布了。他有没有和当局沟通？谈到作案动机？我现在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好的，谢谢。州长，您已经很雄辩地谈到要重新团结这个国家，您是否觉得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我相信这绝对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问题是，这是什么样的分水岭？这个篇章还有待书写，这是我们历史黑暗篇章的结束，还是一个更黑暗篇章的开始？如果你看看这个国家真正发生的政治刺杀事件，尤其是针对如此地位显赫的人，会感觉很像60年代末，而且如此残忍的在镜头前，在我们的手机里，在我们的口袋里展示出来。从生物学上讲，我们人类的构造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我们也无法在心理上消化这类暴力图像。顺便说一句，我们最近还看到了另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刺伤事件在网上疯传，这对我们来说不好，消费这些不好。手机应用软件现在就像我们社会的癌症。我再次鼓励大家注销账号，
关掉手机，去接触一下大自然，拥抱一下家人，去社区里做好事。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这样做了，而且是有机的、自发进行的。我在犹他州一个小城市的朋友说，我们正在聚会，我们小镇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今晚或者昨晚要聚在一起讨论，只是为了找到一种方法，找到他们心中更善良的一面。所以，是的，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你必须回顾肯尼迪遇刺案，才能看到类似的事件以视频直播的方式发生。我1975年才出生，但我知道60年代末的情况非常糟糕。对不起，在座的各位，我知道你们有些人经历过那个时代，但现在是我们的时刻。我们是选择升级，还是选择找到一条出路？这是一种选择，这是一个选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选择。还有2个问题，这边提问，我们能否澄清一下？晚上8点发布的那些增强图像，就是局长说的，导致了晚上10点的逮捕。这2件事之间有直接联系吗？我无法评论这其中是否有直接联系，但我只能说，通过某种途径，家属得知了这件事。州长，还有一件事想请您澄清一下刚才提到的服装问题，他当时是不是在换衣服？确实如此，所以当他第一次在校园里被发现时，他穿着不同的衣服，然后在屋顶上换了衣服，之后又换回了之前的衣服。所以当他被逮捕时，他所穿的衣服与他在犹他谷大学枪击案发生前所穿的衣服一致。州长，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嫌疑犯在犹他州被捕，您是否可以多透露一些关于他的信息，比如他是否是本校学生，以及他是否有精神病史？他的关于精神疾病这部分我没有任何信息，他不是犹他谷大学的学生，他一直和他的家人住在华盛顿县，也就是我们州最南端。感谢大家为发布这些信息所做的出色工作。我想说明一下流程方面的事情，这可能很重要。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不熟悉犹他州的流程，我认为重要的是你们要明白，基本上我们有3天的时间来提交起诉文件，到时会提交一份刑事信息。在准备初步听证会时，随着这些起诉文件的提交，我们将有更详细的信息。所以3天后，我们预计下周初会提交这些起诉文件。显然，我们将与科克先生的家人密切合作，因为这些文件和决定正在准备和制定中。谢谢大家。